中堂。哦，姓孙回来了啊！大人。这位是朝廷驻日本参赞武廷芳，久仰大名。刚回来，正向中堂大人禀告日本国的情形。坐吧，坐会儿啊。汉阳铁厂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啊，铁厂已步入正轨，我在不在，无大碍。知道我为什么风风火火的把你从湖北调回来吗？略闻一点风声，是不是朝廷想检阅咱们北洋水师啊？是啊，这是天大的事儿，地大的摊子，光钱款物质的调配开支就不得了，也只好把你请回来帮我一把。卑职怎敢担当中堂一个请字啊？中堂但有调遣，卑职是赴汤蹈火。没那么严重，只是要想法子把北洋水师的门面拾掇得光鲜一些罢了。只怕是这边拾掇光鲜了，那边又有人抹黑呀。姓孙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请看。却是从哪里一下子寻来这么多高丽参？这株恐怕是已逾100年了。这是直部海关截获的，这还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。走私来的？走私来的。走私船只扣了没有？海关不敢扣留啊。为何不敢扣？走私船是北洋军舰。唉，贼娘！丁汝昌这个水师提督是怎么当的？来人呐！朝廷要检阅水师，公文发下去没有？禀大人，发下去了。水师各部、旅顺、威海卫、大沽炮台，还有直隶各州县通府、淮军各部都已回文，称正在积极准备，恭候检阅。都学会做官样文章了。下去。三军在。你们安排一下，我要出去。是。禀军门，李中堂来电，他老人家已到威海卫，近日内将抵达刘公岛。传我将令，着各舰管带再次申斥，本舰官兵不得擅自离舰。是。走，走，走，老实，走，老实点，过去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，老实点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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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老实点，走，走，狗日的！走死的又不止老子们几个，还有更大的啦！拿着！萧祖剑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奉一军门之命，闭上眼抽嘴！
看见没有？走，走，快，开走！快！这边，快走，走！下去，走！走！开船！呈报军机处，今夜我朝永健出海例行巡逻，遭遇风暴，守备萧祖建等7名官便落海丧生，锅炉严重损坏。老兄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你要是把这事儿捅出去，对你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，反而得罪了本官以及营务处大大小小的同僚。再者说，中堂大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那顶多也就是训斥我几句。他老人家是最念乡情，最恋旧。我跟随他那么多年，他要是对我不放心，能把旅顺海防营务这么大一摊子事交给我。而你呢，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你那一双小儿女着想啊。黄大人，你不要拿孩子来威胁我，我不想得罪你，可是你也太黑了，这买炮弹的钱你都敢贪，还逼我做假账。我不告你，这要打起仗来，没有了炮弹，这遮盖得过去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执意要告本官了？我良心不安生。好，那你就到龙王爷那儿去告吧。来人，有！洪日来，你杀人灭口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！把我放开！放开我！黄日来，你杀人灭口，你不得好死！黄日来，我这头死也饶不了你！黄日来，放开！敬孙呐，哎，你是第一次来旅顺是吧？啊，是，早就听说旅顺港乃天下第一优良之军港。那是，今日得见，方知此言不谬啊。旅顺建设10年不容易啊，是，耗资亿万，方有今日之规模。你看看这港内的码头和锚地，可驻泊北洋水师的全部舰艇，周围山岭上遍布海岸炮台，既有60余门德国之克虏伯巨炮控制着方圆数十里的海面，再看这港内电报局、机器厂、水陆便兵医院，还有水雷营，一应俱全。您可真熟悉。哎呀，这旅顺军港，乃是中堂大人一手擘画，亲自缔造的。这方圆100里的山山水水，哪一处没有中堂大人的足迹呀？小兰子言过其实喽。哎，卑职并未言过其实。还记得修筑弹药库的时候，中堂曾险足短衣，亲自搬运砖石呢。走，咱们到弹药库去看看。来，走啊！中堂大人，我看这弹药库您就不必进去了吧？为什么？这里面码放的全是爆炸物品，我是为大人的安全着想。胡说！打开门。小兰子，这炮弹不会受潮吧？不会，您看，这四面通风很好，这批炮弹搁了5、6年了，丝毫也没有受潮。好，打开瞧瞧。
好。好啊。不对呀。马三军在，把它打开。是。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饶命啊！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饶了我！饶命啊！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饶命啊！中堂大人。黄蔚兰该死。卑职有一点不明白，中堂大人，您怎么知道炮弹有假呢？我也险些被他骗过了。走到仓库门口的时候，突然想起，他说这仓库通风干燥，炮弹已经摆了5、6年了。可我发现，装炮弹的箱子木质都很新鲜，有的水汽未干，一望而知是新近赶制的。我这才发现其中有诈。中堂大人真是神仙。哎呦，我是什么神仙？只不过一身担着天大的责任，时时战战兢兢，处处都不敢马虎罢了。你带我到沁上去看看去呀！还不容易。这位爷，经常在那个海上跑，很少见到像你们这样的。瞧你们说的。哎呀，哟，中堂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带我到各处看看。是。好喝，好喝。走，上哪儿去？站住！跪下！哎呀，你们哪个建的？我们济远建的。怎么跑岸上来了？啊？你们管带方伯谦呢？方管带回威海卫那个家了。我们几个没事干，就上岸上喝口小。滚！还去哪儿看看呢？哼！这定远乃北洋旗舰，为什么夜里不实行灯火管制啊？你上去看看，在做什么？是。不过不要惊动他们。是。快下，快下！来，快！我的！来，下回有事情啊！下，快下！快点呀！那小子跑哪儿去了？出了钱就溜了。来，这是我的。他说他方便去了。快下！来，快下啊！行，快，快！这是我蹭来
哎，我的，我下呀，来了来，真不错啊，哎，我的了，哎，下呀，接着来吧，下，哎呀，把裤子出了啊，少废话，小子又赢了啊，来下，快点啊！入昌早有将令，只是管带刘步蟾自恃才高，一向喜欢自行其事。别说了，我知道这批刘国阳的管带不太把你放在眼里，可你总应该拿出统帅的威风来。是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。丁军们，丁军们，你们管带呢？我们邓大人把自己关在船长室看海战图呢。你怎么知道他在看海战图啊？这是他的习惯，我们舰上的兄弟都知道。你们舰上有没有人擅自上岸呢？那他除非不要脑袋了。咱们邓大人军令森严，谁敢违抗？他自己家遭了灾，都没离开军舰一步，咱得将心比心呐。他家遭灾，你们从何得知啊？咱们的二副是他的同乡。起来吧。是。回到你们的岗位。啊，不要告诉大家你们见过我们。啊，是。大人，我上得定远舰去，见一帮水兵们正在聚赌啊。刘步蟾呢？哎，他躺在船长舱里，正在吸鸦片。趁他不备啊，我把这个给你偷来了。你带的好兵啊！北洋军舰参与走私，你知道吗？入昌也曾风闻，那为何不严厉查处？他们也是让钱给闹的。哼，你呀，你呀！这是翁同龢的弹劾奏章，我让人抄了一份。平心而论，他弹劾你的理由，条条都站得住脚。你看，约束不力，军纪松懈，刘公岛上赌场娼寮遍布，闽人成火，骄纵不羁，其志若罔闻。还说你只识弓马，不懂水师，对洋务知之甚少，担任个总兵参将油闲不足，怎么能够统帅亚洲最强大之舰队？不就是一个弹劾吗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何况他弹劾你，不过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你听听他是怎么说老夫的吧：拥兵自重，任用私党，巧借名目，啊，这指的是海防军聚敛钱财。只要有一条成立，老夫这脑袋就没了。中堂，如常请求辞去北洋水师提督的职务。胡说！不能因为如昌连累了中堂大人呐。连累我？连累我什么？老夫一年四季被他们弹劾。照你这个样子，那都不要活了。不错，你是淮军旧部，又是安徽人，
这么多年又一直跟着我，所以说我培植私人势力，任人唯亲。笑话！他妈的，不任人唯亲，还要让我任人唯叔不成？非要让我的部下不听话，处处和我作对，就不叫培植私人势力了。贼娘！老子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个，会上他的当。汝昌，你听着，这个提督，你不能辞，不但不能辞，而且还要牢牢的给我把握住这个位置。北洋水师是朝廷的命根子，也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，你懂吗？这天大的责任呐，如常怎么能担当得起呢？你担当不起，没有人更能担当得起。不错，你有很多不足，可是你敦厚，就这一条能抵他千条万条。何况你摸爬滚打于刀剑锋敌之中，久历战阵，作战英勇，这不但那些纸上谈兵之流望尘莫及，就是那些刘国阳的管带也比不上。你不要怕他们不服你。北洋水师要整顿，老夫为你撑腰。你自己也要努力通晓水兵诸事，为国争光，为老夫争气，知道吗？是。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，末将在。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林泰增，末将在。副将经远号管带林永生，末将在。副将致远号管带邓世昌，末将在。副将靖远号管带叶祖圭，末将在。副将济远号管带方伯谦，方伯谦，方伯谦。为迎接朝廷阅兵式，本帅曾三令五申，着各舰各部悉心准备，不得贻误。今日升帐议事，诸将需一一禀报战备情形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本帅将有一重大喜讯发布。李中堂已于昨日莅临刘公岛，恭请李中堂。中堂，请。参见李中堂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中堂。我此番前来，有一件物事要送给大家。这件物事，我准备拿给皇上看，拿给皇太后看。但我想，最应该看到它的，应该是北洋水师的全体将士。于是，我就把它拿来了。知道这是何物吗？
这是我北洋旗舰定远号的模型。自从我有了北洋水师，各国瞩目，而日本人对此则是既惊且惧，特别是对我头号主力定远和镇远2艘战列装甲舰，更是视为心腹大患，恨之入骨。就连日本学堂里的小孩子，也玩起了击沉定远号的游戏。这军舰模型上的斑斑破洞，就是日本孩童以石头充作炮弹给砸出来的。能让倭寇如此仇恨，乃是我定远的光荣。不禅，但请朝廷和中堂大人放心。倘国家有事，只待中堂大人一声令下，不禅将率定远全舰将士立即出动，驰骋海疆，杀敌立功。用什么杀敌？用你这杆鸦片枪吗？末将知罪。大人，方伯谦来了。来得好，让他自己摘去顶戴，报名跪敬。是。罪将方伯谦叩见中堂大人。你昨晚回家去了？禀中堂，罪将是回家了。罪将擅离职守，罪该万死。你的家不是在福州吗？怎么又迁到威海来了？罪将在威海又安了家，又买了房。你很会过日子嘛？听说你新纳了2房妾，一个是19岁，一个才16岁，是吗？擅离职守，点名不到，当治何罪啊？按律当斩，只是什么？当斩则斩。朝野常常有人议论北洋淮军为我李鸿章之私家军，道我一味偏袒迁就，有法不依，有罪不罚。而你们之中，如方伯谦也信以为真，妄自托大，有恃无恐，藐视朝廷法度，甚至拿军国大事当儿戏。外间议论，我不惧他。可你们任意胡来，倒成了我的心腹大患呐！如不严惩，污我名声事小，误了国家事大。旅顺黄瑞兰的事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你们都知道，打仗没有弹药，将士们就没了性命。可就是这个黄瑞兰，他也不管将士的什么性命不性命，用石头来冒充炮弹，把买弹药的钱撸到自己的腰包里去了。这样的事他都敢做，这样的钱他都敢贪污，那他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？他依仗着什么呢？不就是依仗着他是14岁投靠了淮军，跟着我李某人刀头舔血闯出来的人吗？他想着别人不敢拿他怎么办，我也不会拿他怎么办。可是他就忘了朝廷的法度要拿他严办。我把他从旅顺带到威海来发落，本想给你们一个警示，可没想到你方伯谦却成了他黄泉路上的同行之人。三军到。三军兄弟，是中堂叫你来放我的。
堂大人是不是要杀我呀？兄弟，你得替我说句话呀！王大人，你他妈的也算是刀枪剑影滚过来的人，要杀便杀，哭哭啼啼，还在这装洋蒜，就不怕丢人现眼？走，给爷带路。阁员黄瑞兰叩见中堂大人。知道我为什么革你的职吗？阁员知道，阁员辜负了中堂大人的教诲，犯了罪，只求中堂大人从宽发落呀！从宽发落？你的罪还能从宽发落？别人或许不能，放在阁员身上就能了。因为大人当年曾亲口对阁员说过，定不相负啊！我知道你会用从前的事来要挟老夫。好，说。阁员错了。其实阁员做的那点事也不值一提。讲。那是同治年间，我们淮军剿东碾子的时候，天气炎热，中堂大人，那时候我们叫大帅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受了湿热，背上长了毒痈，郎中说不能开刀，可服汤药又无效。是我每天用嘴去吸吮大人背上毒痈的脓汁。那一天，我在给大帅吮脓汁的时候，大人抚着我的头，流着泪道：“小兰子，日后我这毒痈汤好了，定不相负啊！”小兰子，今日老夫若赦了你，那就叫徇私枉法。老夫今天就要负你，因为老夫不能负百姓，负朝廷。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呐！你大人，中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呐！中堂大人，大人，中堂大人呐！大人，中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呐！中堂大人。还留他在这里作甚？拖出去！宁武昌，中堂大人，末将替方伯谦求情了。子不长兵，义不长财，你这样婆婆妈妈，怎么能统帅这虎狼之师？禀中堂，非是末将心软，我北洋水师自创建以来，未经一役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呀。且方伯谦是留过洋的管带，
杀了他，一时间还无人可以顶替。诸位将领，看在咱们流血欧洲的份上，救我方伯谦一命啊！救我方伯谦一命啊！我若是不允呢？终是如昌统军不力，要治罪，请中堂先治如昌之罪。中堂赦罪，中堂赦罪。方伯谦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丁军门和诸位将领，罪驾不晓得军法厉害，请中堂饶我这一回，我这就将房子充公，将2个妾送回原籍，一心为朝廷效力呀！你们都起来吧。谢中堂。我今天赦了你，第一，是因为丁军门和各位将军力保；第二，也是我不忍杀你，并非你是北洋的嫡系，若论亲信，你远比黄瑞兰差远了。我不忍杀你，我是为国惜才呀。罪驾受了今天这番教训，以后定将心思放在军舰上，不辜负中堂之恩呐！你也起来吧。谢中堂大人。邓世昌，末将在。昨夜老夫深夜去巡查刘公岛，所有的舰艇都有人擅自上岸，唯独致远号号令森严，无一人擅自上岸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身作表率，号令森严，而且据老夫所知，他世传儒家，从来如此。但是他真正的广东老家却在半个月前毁于一场飓风，妻儿老母都栖居在临时搭起的板棚之中啊！末将也是日前才收到家母的信函，中堂大人，您从何得知？我从何得知不关你事，但请你放心，我已经派员尽快为你修缮房屋，妥善安排你的家人。中堂大恩，不敢言报。从今以后，我邓世昌更是有国无家。好一个有国无家！你们大家若都像邓世昌一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看你们站在这里的20余位将军，正当盛年，一个个英气逼人，才华盖世，令老夫十分羡慕啊！想当年，你们作为大清的第一批年轻的水师军官，留学欧洲，回国后，是老夫把你们尽收北洋，成为北洋各舰的舰长。偌大的中国，只有你们20余人能担任舰长啊！说你们是人中之凤，民族精英，应该毫不为过呀。难道这就能成为你们醉生梦死、蝇营狗苟的本钱吗？像你方伯谦，你本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，可是你那聪明用的不是地方啊，都用在起屋纳妾、贪图享乐上去了。还有你，刘步斩，我知道你才名识远，饶有干练，这才委任你做右翼总兵，我北洋主力定远号的管带。这也不算辱没了你吧？然而你却犹嫌不足，犹嫌不足而不能言。
你就抽大烟宣泄？难道你要让你的满腔的抱负都化成烟雾飘散吗？今天我也不多说你，也不罚你，这2件物事你都拿去，你就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，让日本人炸沉你的定远舰吧。中堂。